广东汕尾陆丰博社村3000多名警察分成109个小组，捣毁了当地18个贩毒的犯罪团伙，同时抓获呢涉毒人员182名。当时收缴上来冰毒2.9吨，还有一些制造冰毒的原料23吨，甚至还收上来像 AK-47 这样的一些武器。这是我省有史以来打击毒品犯罪用兵规模最大、抓捕对象最多、打击政治效果最好的一次标志性的经典战例。那么这个博社村呢，在当地呢也被称为叫制毒第一村。那么这个制毒第一村如此猖獗，规模如此之大，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像这种警方大规模的捣毁犯罪团伙的行动，这在陆丰地区啊已经是第3次了。头2次呢，一次也是捣毁一个村子的犯罪团伙、制毒团伙，第2次呢是关于制贩假币的。那么这一次把这个博社村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制毒团伙给捣毁了。可是广东禁毒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却说呀，这只是撞开了冰山的一角，这就说明这个地区长久以来制毒贩毒猖獗到什么程度。在一个不足0.54平方公里的村庄，公安干警竟然缴获接近3吨的冰毒。与以往的案例相比，3吨这个数字的确骇人听闻。2012年2月，山东史上最大冰毒案告破，缴获冰毒22公斤。2013年3月，长沙最大冰毒案告破，缴获冰毒268公斤。2013年7月，南昌破获有史以来贩卖冰毒数量最大的案件，缴获冰毒13公斤。而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制造和贩卖冰毒超过50克以上，就被视为数量巨大，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在这一次捣毁行动当中啊，这个经过媒体的报道，我们发现这个博社村呢确实非比寻常，真不愧管它叫制毒第一村。为什么呢？这个村子总共呢有2000多间房间呢挨着，有的是大多数是平房，有的是小楼。这个楼与楼之间、房与房之间距离是非常窄的，这个车根本开不进去。这警察如果要进村的话，村里200-300辆摩托车咵就把这些警察围住，然后这个过程呢，有人在小路上呢直接撒钉子、设钉板，还有从楼上扔石头，甚至恶劣的往下泼盐酸、泼硫酸。这村里边呢还有一个制造炸药的窝点，就村民自个儿能做炸药，然后村民手里头呢甚至连 AK-47 这样的重型武器都有，所以出动3000多警力，这完全是迫不得已，少了是真不行，会遭到村民暴力抗法。就说这个村子它制毒这种团伙的力量都有多么强大。村里边呢大多数的家姓蔡，就只要是制毒的都是老蔡家的，外姓人是不能进来的。村里边涉及制毒的家庭多达20%，而且互相之间由于利益勾连，那可以说团结得很。在这个村子里边呢，你比方制毒公开化到什么程度，有的制完毒把这垃圾一扔，不容易污染环境吗？村委会带头贴标语，标语叫严谨随意倾倒制毒垃圾。你就说这个标语都能公开了，那得到什么程度？而且村子里边参与制毒的那不仅仅是些骨干，男女老幼都参与。你比方说他们制毒捡这个麻黄草，妇女参与捡麻黄草，一天能挣300-500块钱，说男女老少都参与制毒。而且这个村子呢，从上到下已经被这个制毒团伙给控制了。他的这个村子的村委会主任也兼村支部书记，名字叫做蔡东家。这个蔡东家呢是什么人呢？老百姓说蔡东家是发家致富、制毒鼻祖、恶贯满盈、当今红人。因为他不仅是村的支书，还是陆丰和汕尾的人大代表。为什么这最后这3000多警方派了，大多数是外地抽调的，不敢用当地的。当地有很多的警方已经被这个村子制毒团伙给腐蚀了。这条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有好多原因，其中的原因也是跟这个村干部既参与又当保护伞是有关的，要不这条村就不会这么严重。所以我说到这儿，你看看，就这个情况得多严峻。村委会主任居然带头干这个事儿，而且他本身是宗族长，老蔡家的大家长，他领头，然后形成保护伞，手里头甚至有军火，
然后这个细密的利益链条组织，他是红白黑他都通的，村里有黑保安，这黑保安都是为他所用的。然后呢，村边呢有明哨有暗哨，在这是关键的一些交通要道上有它的抗风点，就是哪一天有大部队出发，他立马就通知大家赶紧注意，有下雨了。生产出来的冰毒啊，这些年这个地方的产量越来越高，一点点占据了整个全国范围内冰毒销售的40%，造成什么情况呢？由于它产量太高，都超过需求了，现在造成冰毒黑市的价格一降再降。原来冰毒1公斤25万，现在让他们一搅和呢，冰毒1公斤大概就2-3万块钱了。你就说这个地方制毒得猖獗到什么程度？整个一个村子人都干这个。说到这儿呢，咱们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想起来，说媒体啊有的时候经常也报道这样的事儿，说某项犯罪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干。你比方说打诈骗电话，可能是某个地方某个村子，专门做假币，哪个地方哪个村子，这一个村子都出去当小偷，一个村子都出去要饭，这一个村子女孩都出去当三陪女，这一个村子都出去办假尼姑假和尚骗钱。就是我们看到经常有某种特定的犯罪方式，往往被某一个村子给垄断，就这个地方出来的人就干这个。我们随便举几例，大家看一看。假烟村、假钞村、乞丐村、假和尚村、小偷村，这样的称呼在各大媒体上已经不算新鲜了。这些曾经极个别的犯罪现象，如今在某些村庄却演化成了多数人公开的谋生手段。2010年8月，黑龙江绥芬河市来了2位自称五台山的高僧，以化缘为由骗财骗物。经过调查发现，这2人是假和尚，并且2人还是同乡，都来自安徽中阳有名的小偷专业村。无独有偶，2013年11月，据央视曝光，国内许多城市大街上的包小姐小广告其实是一种电话诈骗的手段。而警方透露，包小姐小广告的发源就是河北邯郸、邢台一带农村的家庭式诈骗作坊。一类诈骗案的研发呀，它需要很大的成本和人力物力，所以一类诈骗案它只能升级，不能消失。那么将来你这一类案件被打掉之后，它会出一个新的升级版，因为有一批人靠它活着，他们有一个犯罪亚文化，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或者就是一群人。刚才我们看到这些呢，就是形成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方式，或者说就是犯罪行为的村落。有的人取笑它，这叫经济特色村，就是这个村子它的经济条件往往比不这么干的村子要好。他这钱怎么挣来的呢？其实挣的是这种黑心钱。那么这样的村子，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更加严重的这个制毒第一村，它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其实在我分析就2点，一个我们叫宗族黑帮化，一个叫道德边缘化。重点是这个宗族黑帮化。同门同姓的大家族，德高望重的宗族族长，中国式的宗族文化，你知道多少？在历史发展中，农村的乡绅文化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制毒第一村诞生到拉人头的村委会选举，个别农村道德滑坡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那么这样的村子，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更加严重的这个制毒第一村，它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其实在我分析就2点，一个我们叫宗族黑帮化，一个叫道德边缘化。重点是这个宗族黑帮化。什么叫宗族黑帮化？我们先得说宗族。中国过去就几千年下来，这个自然村呢往往形成这么个传统。你看这个村子的名字，北方咱们不少朋友都知道，说这个村子叫赵家窝棚叫李围子，叫李家杠，什么李家橙子，像这类的名字，大体是因为这个地方，比方说叫李家围子，最早的时候老李家人到这儿来跑马圈地，把这地方围上，就叫李家围子。所以往往一个自然村落呢，它会出现种族大姓，这个大姓在当地的地位非常高，他会选出一个宗族长。因为咱们很多农村过去有祠堂，那是什么？就宗族拜祀的地方，祭祀的地方。这个宗族长呢，管自己大家族的事儿，他对外呢是要保护自己家族利益，对内呢他有道德约束。你比方谁家出什么事儿了，他得给说。你比方说爷俩干起来了，老婆儿媳妇不和了，这个媳妇不守妇道，跟人家通奸了，这种事儿，其实宗族长充当审判法官的角色。
能借都增，能与利除害。如今风气不好，村里出了个伤风败俗的事情，先按照族规，由北孝文主持处罚。你说实话，我就清淡。你别啰嗦，你要杀要剐，你快些！你别走着，我说了。对内他要维持秩序，对外呢，他还要保护自己的族人。你看咱们楚汉传奇里有一段，刘邦带着自己的这个族人，那边和雍齿带着自己族人为争夺水源都要打起来，水没了。我说雍齿啊，咱们整个乡就是一条水源，你们东平乡的人把这水源一挡，你让我们泗水亭的人喝什么？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撤了，让水过去，让我们泗水亭的人有点水喝？不行，我们东平乡的水不够喝，所以从今天起，这个水源归我们东平乡了，对不对？那我们喝什么呀？我管不着，那能不能看看呀？那我们喝什么？只管我们东平乡人有菜打。这就是过去宗族之间争斗的典型。所以宗族在过去构成了中国乡村的一种文明生态。这个生态呢，宗族长就后来的我们看有的说土财主啊，甚至有不好听说恶霸，他们既掌握农村高端的物质文明，他本身有钱，可以由雇农给他种地，剥削雇农，但同时农村为数不多的文化就在这些宗族长乡绅手里边了。那么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村文明的一种形态。那为什么会出现整个宗族集体犯罪呢？我不知道朋友们记不记得，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叫打倒土豪劣绅，就完成中国乡村的革命化，摧毁过去封建势力在农村的这种深厚基础。因为你如果不把原来的势力摧毁掉的话，你新的东西是普及不了的，想建设成一个新社会，达成新文明很难实现。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农民们在地主深重的压迫下过着贫困的生活。你们上午不把这块田干完，就别想吃饭。在很多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中，土豪劣绅的形象都是那个在半夜鸡叫中剥削雇农的地主周扒皮，或是把杨白劳逼上绝路并强抢白毛女的黄世仁。他们无恶不作，欺男霸女。不过随着1927年土地改革大潮的到来，封建地主阶级成为了被革命打击的对象，并在1953年彻底的从中国社会消失。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农村出现了新的现象是什么呢？宗族势力有所抬头，但是这个宗族势力抬头，它并不是恢复原来乡绅的文明重建传统，而是由于利益捆绑到一块的这样的宗族集团，就是我一个宗族占据这个村子的话语权，那好，我们为所欲为，只要为了夺取利益，什么我都可以干。像刚才我们看到这老蔡家村委会都他把持，上下都是他们。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形成的？有人说就没王法了吗？咱们有这个1988年修的这个村委会组织法，就是村民是可以实现自治的。这个自治呢，也就是说中国其他地方的这个选举，比方说人大代表啊，什么官员的选举啊，往往是公推直选，可是乡村一级呢就是直选，有村委会主任、村长，这是由村民直接选举的。可是这时候由于宗族势力复兴，这个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了。一个直接带来现象就是贿选。咱们很多从农村出来的朋友，你一定有这体会。有不少农村选举村委会主任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呢？几个大家族联合起来商量谁当这主任，然后就开始买选票。你外地不回来的，往你卡里打钱，打200块钱啊什么的。本村的过去是一袋大米一袋豆油，有时候给2条烟，现在也开始直接给钱买选票。那当然这种投资他是要收回的，他上来以后他就控制了乡村的权利。比较典型的就是土地问题，村委会主任把持整个这个村里边行政机构，然后少量的给农民一点，等着呢房地产商来呢从他们村子里拿地，然后他赚这差价。好多地方农地就这么稀里糊涂卖了，农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结果当地村民很多敢怒不敢言。而往往这种黑恶势力基本上都是以宗族为核心的，一家或几家同一种姓，他们家最厉害，谁也惹不起。所以这时候出现了宗族黑帮化，这是出现刚才我们说那么多经济特色村集体犯罪的情况一个最主要原因，宗族黑帮化。
2010年8月，央视曝光了南北两起村主任涉黑案内幕。涉案的2人分别在村委会竞选时采用威胁、恐吓、监视、贿选等手段当上了村主任。其中，北京密云村主任王小雷因涉黑恶势力被判17年，广州南岗村原村主任殷卓波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6年，处罚金22万元。针对此类贿选事件，各地政府推出了相关的规定和措施。2012年9月28日，北京市公布《北京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办法中规定，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当选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调查确认后宣布当选无效。2013年12月31日，广州市罗岗区印发了《村级组织换届防治贿选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在换届选举期间，不管是参选人还是其亲友，直接或者间接给予3人以上，每人每次超过50元，包括吃请，不论参选人能否当选，都算贿选，要依法追究责任。第二个，在精神层面的原因，我们管它叫道德边缘化。这个道德边缘化呢，它是存在着2种趋势。第一种呢，我们说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建设呢，原有的农村道德又没有完全的恢复。你比方说，这个村子里边几个人到城里打工了，可能啊，男的想当小偷，女的可能贩毒去了，或者有的卖淫去了。可是呢，这些人回到乡里头呢，荣归故里了。有的人说，你看人家那姑娘，人家那这个儿子多好啊，带回钱来还盖起房来，如何如何。时间一长，在贫困的这种映衬之下，笑贫不笑娼。我也出去干点这事，反正挣钱是第一位。然后呢，这个集体出去犯罪呢，村里人并不以为意。同时重要的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些人又绝对不会把手呢伸向乡邻，反而他为了维持乡邻这种声誉呢，作为自己的一层保护呢，他会拿出一些钱来接济乡邻。所以这一下子使农村的道德在这个方向上边缘化的更加厉害。所以我们刚才说，农村道德的边缘化加上宗族的黑板化，这2个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了现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集体犯罪的经济特色村。一个村里边集体干一件事，咱们常听的制假币呀、电话诈骗呢、什么装和尚啊、这个二奶村的等等等等，都是我刚才说这2条原因直接带来的。所以我觉得要想解决这问题，首先有一点，要解决农村的这种不公平感，也就是说要加大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就现在我们城市里边发达了，很大程度是依赖对农村的某种资源。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应该拿出钱反哺农村，因为我们建国之后长期以来呢，学的前苏联，通过工农这种不同的剪刀差，实际是农业来博养工业，最后完成国家工业积累。那么现在可以说历史欠了农村的账，我们现在更应该还，加快城市反哺农村，减轻农村这种被掠夺感、不公平的感觉。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能够消除这种道德下滑的快速趋势。所谓的经济特色村，其实并非没有成功转型的范例。山西省浑源县永安镇许村，一个偏远的晋北小山村，青少年犯罪曾相当严重，是公安部挂号的小偷村。2002年4月，大同将许村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县长亲自包村，一方面加大普法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来预防犯罪。短短2年就由乱到治，跨进了小康村和安全文明村的行列。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会议认为，城镇化有利于破解城乡2元结构，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并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那么说，形成现在这个局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收拾？因为这样下去的话，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进往前推进，有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宗族势力强有力的阻挠。我们有的时候看说我们正面的积极力量推进，宗族势力抱团反对；
有的时候呢，这个宗族势力呢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你像有的地方强拆，有的地方对农民不合理利益的侵害，这宗族势力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就由此看，这宗族它不完全是坏事，如果你要用好了，它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中国农村呢，往往宗族力量、宗族长的权威是非常强大的，就你要把它用好了，这是件好事。可是如果它用来作恶，那同样恶果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对宗族这种势力，一方面呢，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德建设可以依赖宗族秩序，强化农村正能量的这种推广，但同时呢，要必须对宗族势力可能受利益影响的抱团行为，要在一定程度予以瓦解。这一点我倒觉得呢，咱们村委会组织法时提到，这个村一级的委员会跟乡一级和镇一级是什么关系？原来是乡镇一级呢，对村一级就是指导关系，意思我没权利命令你，就是我指导你。如果你完全让村委会自治，很有可能形成我刚才说宗族黑帮化之后呢，这个局面控制不住了，反而由这些坏人，由这种黑恶势力把农村的权力给把控了。而由于乡镇一级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的话，那么他的行政力量很难去控制这些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目前中国上一层的政府对基层组的这种控制力要加强，因为你任由下边自由去发展这种自治的话，很有可能走向这个自治的反面，形成一部分人控制权力，对多数人形成一种暴政和权益的波移。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这个基层民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众所周知，日本的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同时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启动了国家安全保障局。在国家安全保障局里呢，设置电话热线，能够随时和英国、美国的国家安保系统保持热线联系。同时呢，日本呢也在和法国、德国、俄罗斯商谈，能否也开通同样的安保热线。其实这个安保热线并不新鲜，它只不过是过去世界最顶级的保密线路首脑热线的一种升级版。日本强化日美安保，在首相官邸开设首脑热线，从总理热线、外长热线到安保热线、首脑热线，两国元首间的直接对话是如何进行的？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为何联手推出首脑热线？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他又是如何避免美苏擦枪走火的？期间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不说是电话吗？这怎么是传真机呢？从加密传真机到高保真图像传输，首脑热线经历了哪些技术变迁？又如何确保信息交换的高度机密？他们信得过的企业找了160家，每家生产整个这个机器的元件的一部分。听老梁为您揭秘神秘的外交通道，首脑热线，复杂的约会。这个国家安全保障局它其实只是日本的一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秘书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呢，其实就是4大臣会议，是日本的首相、外相、防卫相加上官方长官，他们在一块的目的呢，是制定日本国家的安全保障战略以及防卫计划。2014年1月7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具体执行机构，负责汇总日本各相关省厅的情报，进行综合分析，提供对策。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安局下设6个部门，包括总括、战略、情报、同盟友好国、中国、朝鲜以及其他地区6个部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将这一重要权力部门首任局长的任命书交给了内阁官房参议谷内正太郎。国安局目前安排了67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10多名自卫队官员。强化与防卫省的合作是日本国安局的主要特点。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加强与美英安全部门的联系，除了在主要干部间举行定期协商外，还在首相官邸设置了专线，以备紧急情况时可以通话。那么现在呢，他把这条热线呢开通了，主要是和美英之间保持热线联络，同时也想跟法国、德国、俄罗斯保持这种联络。那么安全保障局局长的办公室里边有这样一条安保热线，而这样一条安保热线呢，它主要除了安全保障局局长控制，
由于这个局长办公室就在日本首相的官邸之内，那么其实也等于是日本首脑热线的代版，它只不过主要是针对的安保系统，所以我们管它叫安保热线。其实国与国之间呢有安保热线一点不奇怪，因为以往呢还有这个总理热线，有外长热线，最高级别的首脑热线，就两个国家的最高长官他们之间能够通话的这样一种方式被称为首脑热线。一般来说，在什么情况下要有首脑热线呢？反而是容易出现摩擦的两个大国之间要有首脑热线，它要保证一旦出现问题能够及时沟通。也就是说，两个国家关系不见得好，但是两个国家的关系会很重要，怕万一擦枪走火出事儿，所以有个首脑热线呢，咱们两方的最高长官呢可以第一时间沟通，避免误会，避免出现一些意外状况，最后没法控制局面。其实是一些突发的紧急事件，那么有可能不是两国的政策的蓄意所为，但是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双方可能会产生误判。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1945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作为一国的首脑是不相信另外一个国家的，我们认为所有对方对我们采取的行为都是恶意的，或者说都至少是故意的。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元首热线来保持这种沟通和澄清对方的意图。那么说首脑热线什么时候才有的呢？其实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就有类似的雏形出现。那1943年盟军，我们知道这边是美军，这边是英军。那么在美国的白宫和这个英国的唐宁街，我们说这都是双方最高长官待的地方，双方有这么一条密码传真，互相之间可以沟通信息。但是这个呢并不算真正的首脑热线。真正的首脑热线呢，是在冷战时期1963年建立的首脑热线。什么原因建立的呢？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国际局势剑拔弩张，核战争一触即发。13天后，这场危机为何能够平息？赫鲁晓夫寄往白宫的信件有何特殊意义？为何两国随后要开通第一条首脑热线？冷战过后，红色电话火爆荧屏，然而美苏双方首脑真的能拿起电话直接对话吗？首脑热线遭遇了哪些文化曲解？精密思考，避免误会。密码传真机为何成为首脑热线的最初选择？首脑热线，复杂的约会。日本强化日美安保，在首相官邸开设首脑热线，从总理热线、外长热线到安保热线、首脑热线，两国元首间的直接对话是如何进行的？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为何联手推出首脑热线？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他又是如何避免美苏擦枪走火的？期间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说不说是电话吗？这怎么是传真机呢？从加密传真机到高保真图像传输，首脑热线经历了哪些技术变迁？又如何确保信息交换的高度机密？他们信得过的企业找了160家，每家生产整个这个机器的元件的一部分。请老梁为您揭秘神秘的外交通道，首脑热线，复杂的约会。真正的首脑热线呢，是在冷战时期1963年建立的首脑热线。什么原因建立的呢？它源自于古巴导弹危机。这个古巴导弹危机呢，直接让美苏之间差一点一触即发，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核战争。那么我们经常听说古巴导弹危机，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先看一段小片，了解一下古巴导弹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1962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当时的古巴还处于美国全面的禁运状态，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便在1962年7月派遣其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率领的代表团前往苏联寻求帮助。为制衡和打击自己的老对手美国，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核导弹，并提供伊尔28喷气轰炸机和3500名军事技术人员，也就是说，把核导弹安在了美国人的鼻子底下。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很快发现了端倪，一场轩然大波由此引起。
President Kennedy will address the nation tonight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on a subject of the highest national urgency. He has requested airtime on all 3 networks for 7 p.m. Thank you. 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了一系列强硬演说和进攻威胁，一时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剑拔弩张，核战阴影笼罩全球，许多美国报纸甚至将那几天称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整个危机持续了13天，直到赫鲁晓夫将一封信寄往白宫，表示同意撤出武器装备后，危机才告结束。这个古巴导弹危机最后虽然是双方达成谅解，把这个危机化解了，但是全世界人都捏了一把汗，美国跟苏联也捏了一把汗。为什么呢？这要是信息沟通不畅，有一方先开火了，马上就是核战争啊！这可不同于第1次、第2次世界大战了。因为后来我们看到广岛、长崎2颗原子弹，这要把核弹弄进来，迅速之间整个地球都可能毁灭。所以美苏的领导都捏了一把汗，说这要是信息沟通不畅，这个后果太严重了。可是当时呢，美苏之间信息沟通啊，美国领导人、苏联领导人想沟通一个信息，直接沟通恐怕得12个小时。为啥呢？拍个电报要跨越 1.6 万公里，因为这个电报双方没有直接这种通讯线路，是通过什么呢？美国华盛顿到伦敦，伦敦到丹麦哥本哈根，再到斯德哥尔摩，再到赫尔辛基，赫尔辛基再到莫斯科，拐了这么大弯 1.6 万公里。导弹危机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在回顾的就是那13天内因为信息的缺乏，完全不知道苏联在想什么，苏联也完全不知道肯尼迪对他这种强硬的表态是认真的，还是只不过是在恫吓苏联。双方的意图都存在一种巨大的这个认知反差，而双方都是箭在弦上，核武器都已经就装备在飞机上，装在导弹上，准备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没有这种充分的沟通，会使得这种2个国家之间就面临真的生死存亡的时候，发现自己说不上话，这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过的危险。所以在这个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呢，美苏双方就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建立一条首脑热线。这样在1963年的6月20号呢，双方达成了一个备忘录，就关于建立一条直接沟通的首脑热线的这么一个备忘录。那么双方开始呢就这个热线开始组织，这样在当年1963年的8月30号这个热线搭建起来了。那么我们看很多这个影视作品里边，尤其是美国电影里边啊，经常有这个情况，说白宫这领导人有事，美国总统第一时间找苏联领导人，身边有个电话机，拿起来一拨就过去了。喂，勃列日涅夫吗？赫鲁晓夫吗？安德罗波夫吗？ Well, I'll tell you what he did. He ordered his planes to attack your country. 其实这是胡说，为什么呢？第一个，苏联那一边的这个热线电话首脑热线是装在克里姆林宫里边，可是美国那边的热线电话没有在白宫里头，而是在美国国防部，就是五角大楼里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哪儿不对呢？最开始这个热线电话不是电话，它其实就是个密码传真机，就是双方发电报的，发传真的。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里头有多重考量。首先一个呢，就双方如果直接电话里沟通，那有的脾气暴的，有的一言不合的，可能这话说的长了短了呀，容易引起对方误会，还不如不打电话。第二个呢，文字本身要比通话准确度高得多，而且你在撰写一段通话文字之前，你会三思而后行，你会有细密的思考，所以这就决定了传真密码这种文字方式要比对话保险得多。所以1963年8月30号建立的双方这个首脑热线，其实是开始是一个传真机，等于类似于发电报的。那么为了表示诚意呢，双方呢也交换了这个密码设备，就说我传到你这，你可以翻译成俄文，我发到你这，你再翻译成英文。双方为搭建这个呢，前后费了2个多月时间，而这2个多月时间，双方把费用都谈好了。花多少钱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华盛顿到伦敦这块美国人花钱，那么这个莫斯科到赫尔辛基这块苏联人花钱，然后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到伦敦这一段双方平分，把账都算好了。完了互相之间也把各自的
这个密码交换机啊，包括这个通讯设备啊，都拉到对方那。你比方说，这美国大使馆呢，把这个拉到克里姆林宫，然后苏联驻美大使馆呢，把它直接拉到这个五角大楼，双方就把这个热线搭起来了。那么搭起来之后呢，相当长一个阶段没有使用，而且美苏的领导人呢，一开始也没有拿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什么时候开始当回事儿了？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大举袭击阿拉伯国家。危急时刻，美苏间的首脑热线首次派上用场。双方最高长官的第一次直接联络中，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是什么让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大吃一惊？从密码传真机、卫星通信到高保真图像传输，几十年来，首脑热线又经历了哪些变迁？国家首脑之间的电话沟通还需要哪些步骤？首脑热线又是如何保证其高度机密性的？首脑热线复杂的约会正在播出。那么搭起来之后呢，相当长一个阶段没有使用，而且美苏的领导人呢，一开始也没有拿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什么时候开始当回事儿了？就是说，这个首脑热线的第一次使用，它是在1967年的6月份。为什么使用呢？1967年呢，爆发了第3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打起来了。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全部空军倾巢而出，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25个空军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从早晨到下午18点，以色列空军对阿拉伯各国进行了4波突袭。第一波袭击了埃及10个机场，第二波主要袭击埃及的轰炸机基地和混合机种的8个机场，第三波攻击了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空军基地。最后，在阿拉伯空军25个基地被攻击之后，17点15分到18点，开罗国际机场和另一个空军基地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为实施这次空袭，以色列进行了长时间的侦察准备，基本上摸清了阿拉伯各国军队的情况，尤其对空军的情况十分清楚，甚至连埃及军官的活动规律也了如指掌。就在空袭进行了半小时后，以色列地面部队也发动了进攻。虽然阿拉伯国家也展开反攻，但终因没有空军支援而失败。埃及军队的雷达部队，它的开机时间一般是在凌晨5点左右。那么开机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警报。那么这种开机状态会一直延续到7点45左右。那么过了这7点45，埃及军队会认为以色列最有可能的空袭时机已经过去了嘛？这个时间他是准备下班，军官准备下班，而上班的军官有的是在路上，有的到了办公室，现在正在准备，对吧？还没有进入岗位。这个时间点呢，这个时间段非常短，但是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以色列的后台毫无疑问是美国，阿拉伯国家的盟友是苏联。当时一开战，以色列的空军实力非常强，重创阿拉伯空军。那么一看盟友受欺负了，苏军就有动向了，开始在地中海一带集结大量的海军。这时候美国也发现了，美国马上向地中海派发了航母群。同时呢，美国的国务卿甚至警告说，你苏联要敢动我的盟友以色列一手指头，我们可能就会对你宣战，甚至有可能爆发全世界的核战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局面就非常紧张了。那么这个时候苏联一看美国要真打，苏联有点吃不进退缩了，觉得应该有必要跟美国沟通一下，人家航母群都来了。所以在1967年的6月10号，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他自己没出面，他授权给呢苏联的总理柯西金、可戈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苏联的外交部长格罗米克，说你们3个人代表我跟这个美国通个电话。然后这3位呢就来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就是我们说这个当时这个双方首脑热线苏联这一面的场地是在克里姆林宫原来一下地下的一个囚室，就囚禁犯人的，现在改成这么一个电话传真间。就这么这3位到这儿一进到里头，说实在这3个人以前也没见过这首脑热线什么样，一看柯西金愣了，说不说是电话吗？这怎么是传真机呢？这个时候翻译就告诉他了，什么什么原因，咱们你这边得说，我给你翻译。
有的时候我们理解首脑热线可能俩人在那说，不对，一屋子人，这屋子里边呢，刚才我说了，这个外长，这个总理，再加上可克伯主席，还有翻译，还有很多后勤的工作人员在这伺候着。美国那边同样是如此，就是后来都改成通话了，这电话也是免提的，因为对于双方核心的团队来讲，没有秘密可言的，一个屋子人帮着忙活。而且这个电话事先呢，不是说你想打你就能打的，你想发传真就发传真的，事先有什么呢？经过彼此的大使馆约，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跟苏联领导人说我们要跟你通话，这都得约好了，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双方才能开始。那么这个过程，柯西金不愿意了，为啥？这也太慢了，我说一句话，你翻译完再发过去，怎么着？这得多慢呢？柯西金就抱怨，这简直就跟是排队买面包一样，因为苏联当时资源很紧张，意思这要等多长时间，很不耐烦。他不耐烦，那翻译更不耐烦，为啥呢？这里头外长格罗米科和总理柯西金都习惯于公共场合讲话，只要一张嘴，那就是连篇的空话、套话、大话，而这些大话呢，往往要靠华丽的词藻拖着，这些东西翻译起来本身就是很困难的。而且作为翻译来讲呢，他要最快的时间之内把意思传达到美国那一方，所以翻译起来也费劲。所以第一次首脑热线双方的沟通其实挺不顺畅，但总算呢把基本的意思都传递过去了。美国那边也了解到，苏联看来没有要开仗的意图，那好了，美国相应的也都收缩了。所以后来在他们双方的影响之下呢，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很快就达成了停战议和。所以这是首脑热线第一次发挥重大作用，也是第一次打通。那么在这之后呢，勃列日涅夫意识到不能轻视这首脑热线，它是真有用。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呢，勃列日涅夫准备把它升级什么呢？说既然你美国有通讯卫星，我们苏联也有，咱这样，咱不再用这种电报传输的方式，咱用通讯卫星，咱们双方直接能拿话筒通话。就这么着，1971年的时候，双方改成了直接能跟电话通话了，就不再用传真机。当然传真机还保留，你需要文字传输的时候依然可以这么传输。到后来呢，1986年的时候呢又升级了，就现在的像高保真这类图像传输、表格传输都能够实现了。有的人说呢，既然这样，到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为什么不用这互联网这种方式传呢？来回这多快啊，而且也清晰啊。这对不起，前不久的斯诺登事件暴露了棱镜计划，大家也知道互联网非常不安全，想要窃听想要什么的，那其实并不难。那么只有这种首脑热线呢，是双方都经过加密的。这个加密特点是呢，你就外边窃听去了，它会在加密过程当中呢转换成一种你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你也不知道双方说什么，它就像乱码一样。所以它为了高度保密，这要是被谁窃听去了，顶级机密，这还了得吗？而且这种保密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最开始设立那传真机的时候，包括做电话的时候，苏联采用什么方式呢？他把本土和这个东德他们信得过的企业找了160家，每家生产整个这个机器的元件的一部分，然后最后由苏联顶级的专家把它组装到一块儿。你想这个保密得多强？就是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了解整个首脑热线的核心技术机密。这个核心技术机密只能是由安装的可克伯的顶级人物来掌握，所以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说这个首脑热线开通之后，双方的沟通有时候也不都是真诚的。你看真有遇到危机了，没办法了，那就得说实话了。有的时候是危机还没来的时候容易虚晃一枪。1979年就出现过这个事儿。当时呢，美国总统卡特和这个勃列日涅夫进行了首脑热线沟通。卡特就问说，我可是听情报部门说了，你们这个最近苏联要入侵阿富汗，有这事吗？勃列日涅夫矢口否认，没这回事，我没听说呀。这怎么回事？他假装回头问国防部长，你说说这怎么回事？他转过身，勃列日涅夫问国防部长，其实都假的。那时候苏联已经做好了入侵阿富汗的准备，然后勃列日涅夫一扭头，没这事，国防部长说了，我们不会干这事的。他骗了卡特一道。后来我们知道1979年的圣诞节，苏军入侵阿富汗。在70年代，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棋局，苏联制定了南下战略，企图以阿富汗为南下的基地，进而打通陆上通道，直下印度洋，
威胁中东产油区和迂回包围欧洲，并与其太平洋战略互相呼应，最终实现称霸世界的目的。1979年3月，阿明被任命为阿富汗政府总理，但他不受苏联政府的欢迎。苏联企图联合塔拉基搞掉阿明，但阿明却捷足先登，发动政变，处死了塔拉基，自己兼任总统。1979年12月27日，苏联派遣8万多人的现代化军队大举侵入阿富汗，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及其他大城市，处死了时任阿富汗总统的阿明。之后，苏联扶植卡尔麦勒，组成了亲苏政权。卡尔麦勒担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等职。苏联入侵后，阿富汗人民奋起抵抗，10几支穆斯林武装在喀布尔市郊、坎大哈、赫拉特和全国的山区要塞展开了抗苏斗争，使得阿富汗原来各派力量的流血军事政变也变成阿富汗游击队与入侵的苏军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近10年，直到1989年2月，最后一批苏军才从阿富汗撤出。后来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80年莫斯科奥运会，美国呀、中国呀，包括西方国家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和这个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这个首脑热线呢，双方沟通啊，有时候不见得是真诚的。但是呢，时间推移到现在来看呢，这个首脑热线不仅存在必要性很强，而且双方也轻易不敢用首脑热线来忽悠对方。为什么呢？现在的国际局势啊比较复杂，你看起来和平和发展是2大主题，但是很多地方，尤其是局部地区，它的矛盾依然很强烈，而且这个局部地区的矛盾，它不是他自己这一块的，它会引发全球战略参与进来。有的背后是美国，有的英国，有的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呀。就是在这时候复杂矛盾情况下，局部地区可能擦枪走火，或者他局部打起来了，有可能迅速引发世界跟着参战。所以在这个时候非常有必要的是第一时间沟通，因为有时候局部战争容易引发全体的战争，有时候可能由于领导人他的脾气，比方说年轻鲁莽，你不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来，这事可能就坏了，所以就怕出现误解，那边出个事双方没沟通，误会了。所以现在首脑热线存在非常有必要，而且首脑热线它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什么上呢？就是我们看世界主体来说是和平的，为什么这样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知道，杀人1万自损3000，所以打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下策，谁也不愿意真正面对战争的后果。那么在这个时候，和平沟通就非常重要。你也怕，我也怕，马儿打狼两头害怕。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能达成削减核武器的这样的协议？就是双方对战争都有着一种恐惧。那么都有恐惧，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坐下来谈，信息及时沟通，你进一尺我退一丈，咱们慢慢谈。怕就是出现误会以后呢，双方没有沟通，这一下子局部摩擦有可能酿成全局的大祸。所以说在当今世界情况下，首脑热线依然有着强大的潜在的必要。首脑热线依然是防止世界可能出现意外战争的非常重要的沟通。